欢迎回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预计本周访华，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寻求与中国合作。如果成行，这将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在中美关系遭遇困境、互利合作受挫的当下，如果克里实现访华，气候外交能否成为中美关系突破障碍的契机？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1号报道，在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之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预计即将访问中国，力图将气候变化开拓为一个更紧密合作的领域。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克里预计将前往上海与中方官员会晤。不具名美国官员则称，克里计划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如果成行，这将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首位访华的高级官员。报道指出，此访凸显出在中美就贸易和安全等问题存在冲突并争夺全球影响力之际，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之余，也努力想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目前没有任何访问要宣布，中方也没有对有关此次潜在访问的问题作出回应。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认为，中美关系处于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僵局中。在上月的阿拉斯加之会后，中美间似乎仅有的合作共识点就是在气候应对。如克里访上海有2个背景：一是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交易中心落地上海，随着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落地上海，上海有了新角色。另一个是美国将举行气候峰会，邀40多位领导人出席，中国仍未表态是否参会。克里如落实到上海，则有可能为中国参加峰会铺路，也为中美留下一个交往管道。观察认为，仅凭气候问题上的合作还不足以改善中美关系，因为气候变化相比政治、安全、人权等问题属于低政治范畴，即使合作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关系紧张状态。而虽然克里曾担任国务卿、参议员，但是作为气候问题特使，他在拜登内阁的内部影响力有限，无法与国务卿、防长甚至安全顾问相比。我想呢，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来讲，应该来讲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是中美关系能够逐步的走向缓和的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呢，应该是肯定它这个其中的积极的意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访问呢，在这个时机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敏感性，而且呢，双方呢讨论的议题呢也比较这个重要，也比较复杂，情况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对于这个访问能否成行，应该说还在讨论当中。但是呢，从国际社会的反馈来看，应该是积极的期待这次访问的。外界注意到，克里一再表示，全球气候危机应该受到单独对待。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独立问题，需要世界2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携手合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声誉。拜登政府正在改变这一形象。据彭博社报道，白宫正考虑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可能承诺到2030年将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50%或更多。这将使拜登在本月晚些时候主持气候变化峰会时有更大影响力，以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尽管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孤立和遏制中国，但至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或多或少都有义务进行合作，否则所有努力都将无果而终。有关中美气候合作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6号曾表示，谢振华出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高度重视。谢特使已经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对话磋商。汪文斌强调，中方愿同美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加强气候变化挑战合作应对，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助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而美方近期不断对华施压，也让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香港南华早报周日发表香港环境局前副局长、香港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陆公会的署名文章说，普遍的看法是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中美在阿拉斯加的对话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上也布满了政治雷区。许多人认为并希望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阻碍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但外交官真的可能一方面猛烈批评对方，另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放弃敌意吗？文章认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是，美国和西方机构认为中国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还不够好，将其作为另一个大棒。气候变化领域应该是中美在双方都努力寻求合作的这么一个领域。
特别是提升合作水平，并且通过这个气候领域的合作，推动中美双边关系整体关系的这种改善。我想呢，这是双方呢目前来讲的一个众多有识人士的一个共识，这一点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某些这种冷战思维的主导下，美方比方说他有一些人士可能会借用这个气候变化议题，继续对中国呢进行这个施压，甚至呢通过一些这个盟友的手段同盟体系这种力量来对中国进行围堵。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实际上，美国对华强硬势力近期仍在压缩中美关系和缓的空间，这也为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设置了更多的障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日前抛出了旨在抗衡中国影响的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草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该法案将在4月21号审议。相对于此前拜登政府宣称的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的对华战略，这一拟议中的新法案引起了多方关注和警惕。这份由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国会参议员共同炮制、长达283页的法律草案，通篇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与较量，包括优先向所谓印太地区提供军事安全援助，并加强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联系，加强与盟友在军控领域的协调合作，共同面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所谓的扩张，重点反击和对抗所谓的中国掠夺性国际经济行为。事实上，这份法律草案甚至还没有经过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审议，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西方反华势力对它的热情。一些西方媒体将其视为美国两党对华强硬态度的又一次展现，甚至有美媒夸张地宣称，该法案可能正式拉开美中全面战略竞争的帷幕。此前，中国外交部曾表示，美方有关人士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推进有关涉华消极议案。美国和国际上许多清醒的政治人士和学者劝告美国，应更多关注和解决好自己的国内问题。拜登政府这个法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这个本届国会能够通过的话，可以说是对前期的美国对华的一些战略性的或者一些策略性的一些行动、一些政策，可以说是从法律上做了一个固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对于美国这个国内对华政策的整个政治氛围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我们说是一个很坏的影响。因为它成为法律之后，如果说未来中美关系发展需要改变的话，那它这个阻力就会比较强。